Hello，大家好。最近为了增加房产市场的供应，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敦促各省出台更严格的短期租赁法规，切实减少短期租赁房屋的数量。同时，联邦政府还将对短期租赁收取更高的税。BC 省已经率先出台了短期租赁相关法规，处罚之严厉，适用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多伦多也正在重新评估短期租赁的章程，一夜之间，短期租赁市场人人喊打。各地政府都试图让短租市场来背住房危机的黑锅。Airbnb 首席执行官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表示，由于纽约、多伦多和温哥华等众多大城市都面临政府打击短期租赁的挑战， Airbnb 公司从根本上崩溃了。这标志着加拿大短期租赁市场的好时代即将落幕，这是房产投资者的噩梦，也必然会给加拿大房产市场带来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政府为什么要打击短期租赁市场，以及打击短期租赁市场会给房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枫叶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加拿大根本不需要建设更多的住房，因为按照加拿大每户 2.47 人的平均家庭规模，仅需要为每1000人建造405套住房，即可满足人口的居住需求。而加拿大现在平均每1000人拥有424套住房，实际住房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口需求的数量。枫叶银行认为，自2001年以来，加拿大的住房量就已经超过了人口需求数量。近年来，加拿大新房开工数量屡创新高。CMHC 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新屋开工量分别同比暴涨了 32% 和 49%。9月份的全国新屋开工率比8月份增长了 8%。 既然不存在供应问题，那么房子都到哪儿去了呢？加拿大央行的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投资者是加拿大房产市场最大的买家群体。早在2014年，投资者就占到了近 20% 的比例，之后节节攀升，而首次购房者的比例却一直在持续下降。加拿大2017年和2021年的2次房价飙升都是由投资者直接推动的。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多伦多投资者拥有 18% 的住房，接近库存量的1/5；温哥华的投资者拥有 23.5% 的住房存量。截至2021年，安大略省的投资者拥有该省 43% 的公寓。如果只看过去5年建成的公寓， 57% 为投资者所有。2016年之后建成的所有房屋中， 39.1% 为投资者所有。而在多伦多市，投资者拥有 36.2% 的公寓。在多伦多地区以外人口较少的地区，投资者拥有更高比例的公寓。在安省的伍德斯多克地区，投资者拥有 95% 的公寓。在萨尼亚，投资者拥有 86.9% 的公寓。在伦敦，投资者拥有 86.4% 的公寓。在查塔姆肯特，投资者拥有 83.9% 的公寓。在 BC 省，投资者拥有 36.2% 的公寓。温哥华2016年之后新建成的房屋 44% 为投资者拥有。因为短期租赁市场比长期租赁市场回报率要高得多，所以房东很难抵挡这样的诱惑，尤其是对那些高杠杆房产投资者，他们迫于收入压力，需要把投资房放到回报率更高的市场中去，这使得大量投资房进入短租市场。长期以来，这也导致长期租赁市场和房屋交易市场的供应不足，从而推高了房租和房价。一家非营利组织 Airbnb Canada，F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家组织调查发现，在多伦多仅3栋公寓楼内就有600套短租房屋。温哥华市中心的一个公寓在 Airbnb 上列出了大约150套公寓，这大约占到总数的1/3。一位住在那里的居民说，这个公寓早上高峰期间就像一家酒店，很多人拎着行李箱进进出出。数量众多的存量住房流失到短租平台，必然导致租金和房价上涨。当房产的主要买家群体是投资者的时候，再多的供应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政府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即使建设再多的新房，也无法解决住房危机。所以这必然导致政府出台更加严厉的法规来打击短期租赁市场。很多人可能会严重低估打击短期租赁市场对房产市场的影响。
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短期租赁市场的规模。比如刚刚出台短期租赁法规的 BC 省，目前正处于短期租赁市场的历史最高水平。麦吉尔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BC 省每天大约有28500个活跃的短期租赁挂牌，这比1年前增加了近 20%。 数据显示，在1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超过16000套整套房屋被列为短期出租。而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温哥华地区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才不过几千套。BC 省估计，2023年不合规的短期租赁房源比例高达40%至50%。仅在维多利亚就大约有1600套短租房非法运营。列治文的短期租赁清单比许可多了近6倍。BC 省省长最近表示，我们希望短期租赁经营者要么转变为长期租赁经营者，要么将他们的房屋出售，以便 BC 省的人有机会购买它们。在新的立法中， BC 省主要通过增加罚款和新执法措施来打击短期租赁。他们要求在居民人数超过1万人的城市，业主只能在自己的主要住所提供短期租赁。这一规定将于明年5月生效。他们还把短期租房的违法成本提高了3倍，从每天1000加元提高到现在的3000加元，而且罚款的规定将于下周就生效。短期租赁运营商还需要与政府共享数据，以便各地方政府执法和税收审计。今年截至8月份，温哥华已经开具了450张非法短租罚单，而去年同期只有8张罚单，罚单的数量增长了数十倍。一方面，利率正处于20多年来的高位，房产交易量急剧下降，很多城市现在已经出现房产抛售潮。不过，根据 REIThub 的一份新报告，尽管9月份加拿大全国房价下跌，购房者仍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买房。这份报告所研究的所有10个城市中，房价均下降，而购房所需要的收入均增加。比如多伦多的平均购房成本下降了14400加元至1127000加元。与此同时，获得抵押贷款资格所需要的年收入却比上一月增加了1800加元至235100加元。道明银行指出，销售萎缩、房屋供应量激增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报告显示，上个月多伦多的房屋供应量激增，导致销售与新上市房屋比率降至 36%， 这是自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他们认为这也是未来几个月房价将进一步下跌的明确信号。另一方面，美联储还在步步紧逼，他们将把利率推得更高。昨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讲话中指出，通胀仍然过高，美联储打算在经济依然强劲的情况下长期维持高利率。最近大量数据也显示美国经济十分强劲，比如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每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创下9个月新低。9月份单户住宅开工量较8月份增长了 7%，5套及以上住房项目开工量更是飙升了 17.1%。所以未来加拿大央行的加息压力仍然很大。如果10月份加拿大央行选择不加息，那就很可能会把加息推迟到明年上半年，这样一来，明年降息就希望渺茫了。高利率也将在更长时间持续打击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此外，加拿大人的财务状况正在受到高通胀的打击。虽然加拿大9月份的通胀率小幅放缓至 3.8%， 但是第3季度平均年通胀率为 3.7%， 仍高于加拿大央行上次货币政策报告中 3.3% 的预测。加拿大央行本周发布的调查发现，加拿大人认为通胀率高于实际水平，他们对通胀的看法与官方的数据差距非常之大。加拿大人普遍认为物价仍在快速上涨，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仍然很高。根据破产公司 MNP 的最新消费者债务指数显示，51%的加拿大人距离无法完成财务义务还有200加元或者是更少的距离。20%的加拿大人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比1年前更糟。25%的人表示，与5年前相比，他们的情况有所恶化。1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今年购买的礼物将会减少。德勤加拿大也预计，今年加拿大人的假期支出将下降 11%， 达到5年来的最低点。
居民杠杆的两头，一头是收入，另一头是债务。收入看消费，消费不振将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又让债务偿还难以支撑，进而导致房产市场泡沫破裂。总之，现在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已经是危机四伏，政府在此时打击短租市场，无疑会让已经陷入困境的房产市场雪上加霜。这也让很多准备进入短租市场的房产投资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投资计划，因为在高利率的背景下，想轻松获得好的回报，还不如把资金投入到 GIC 存款里。近几十年来，银行的 GIC 利率从未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很多大银行的 GIC 回报率都已经接近 6%， 而且 GIC 投资完全不需要操心。在现金为王的时代，持有更多的现金而不是债务，每天睡觉都会更踏实一些。打击短期租赁市场必然导致长期租赁和房产交易市场供应激增，最终使房产抛售潮加剧。未来供应不足将不再是加拿大房产市场的主要矛盾，而且房租和房价也一定会回归到更合理的区间。一边是房价持续下跌，另一边是存款的收益在不断上升。在这个时候，实在找不出急于冲进房产市场的理由，可能多存点钱，等待入场时机才是最好的选择。最后还要特别提醒一点，当你拥有大量现金的时候，很容易被骗子盯上。加拿大反欺诈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加拿大因投资诈骗的损失已经超过了 1.61 亿加元，所以请务必小心，谨防上当受骗。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